大家好，欢迎收看艳红的视频。想必大家最近都在看5000年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中间一段讲述昭君出塞的舞蹈印象非常深刻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5000年中王昭君在塞外的造型。那其中这一个造型呢，是里面最华丽的。我们来尝试做一下。由于视频比较模糊，很多细节都看不清楚，所以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我们只能凭借着想象来购买材料和制作。后来经过和5000年工作人员的沟通，我们很高兴可以来到横店剧组的服化道工作室，去近距离的观看这套头饰的细节。来啦，勇哥。来了，这是 UP 主艳红。哎，你好，好棒啊！你做的东西呢？你好，真的好棒啊！见到真人啊！这几天都在看你的微博，这是我们 B 站播出的5000年这个综艺，然后里面有一个昭君出塞的一个造型，然后我在里面选了一套我最喜欢的，然后我想进行一个 cosplay。我们能看一下那件的头饰或者服装吗？头饰是在的，一会儿咱们楼下就能看见。好嘞啊，这么细呀！对啊，这么细呀！啊，我们珠子用大了，我们用大了。哦，原来这上面是一个球球。哎呀，这不看不知道，就是真的，就是一看豁然开朗啊！我上面用的是一个圆的代替的啊，这种的话，我觉得这种很难买到配件，这个应该是一个藏族的配饰。对，这个应该算是尼泊尔的吧？我怪不得我说我怎么找不到。是这个是北京潘家园，我会到那儿去淘一些东西。都是孤品啊，怎么仿啊？有一些是确实。对哦，这个都是用那个皮质的。对，这个放模具，对，放模具出来的。苏老师，您这次是第一次和 B 站合作嘛？是。那您感觉怎么样？我这么理解吧，就是在那里面你会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去做一些事情。对。接到这个事儿以后，特别是这个徐导，找到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对，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服装特别的漂亮。那肯定要把他们做漂亮，因为时间太短了。前面的头饰再加上把衣服这都打理好，将近有半个多月。半个多月，这真的是时间太短了。太短了，确实是没有时间去制作。你像一套衣服，要是从画图到制作，最后再成品出来，最少的1个月。特别是那么复杂的衣服。对，哇，老师，那你应该经常熬夜，我觉得。你看眼袋。这次去横店学到了很多，也让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到专业的剧组道具和服装。因为苏老师这套昭君的头饰有很多部件都是他平时四处淘回来的孤品，这个给我们仿制也增加了相应的难度。我们这里只能买到相似的配件来进行制作，不同的配件存在着色差的问题。这里为了尽量的贴近剧中的色系，我们将金色的金属部分统一了颜色，涂成了这种做旧的效果。因为零件确实很难买，很多部件都是从买回来的项链上拆下来的。这套头饰需要支撑的假发包才可以有完整的展示。中间的部分是一个小的绿松石穿成的吊链，这里我用到的是米珠穿成的，原版是用的管状的绿松石，大小大概在2毫米左右。下面再加一些小铃铛，假发的根部这里加上一些金色的配件。之前看视频的时候感觉就是三角形的，就按照这个样式，然后用花片来拼接一下，将流苏挂在上面，这个部件就做好了。头顶的部分之前正面只能看到一点点，我以为是一个圆形的装饰，实物这里是一个球体，两边是锥形的装饰。中间的部分原版是一条像手链一样的饰品，镶嵌了红色的珊瑚，这里用到的是绿松石配件来进行代替。下面再加上几条玛瑙流苏，这个部件就完成了。假发的两边中间有2个小配件，这里用这个绿松石配件代替。背后再加一个 U 型夹，就可以插在假发里了。耳环的部分这次没有看到原版的，这里用到的是圆形的镂空配件来制作，加上铃铛和链条，再加上一些穿珠，再增加一点点的细节，耳环部分就完成了，还是很相似的。额头的中间有一个缩形的配饰，这个饰品我拆了一条项链，这个部件和饰品中的大致相同。腰带的部分在原版中是没有的，这里是为了方便后面的舞蹈而制作的。
复古金的配件非常的不好找，这里找到了一条现成的腰带做底，上面的水钻部分感觉不太搭配，所以这里全部都敲掉了。上面的钱币配件也感觉不太搭配，这里也去掉了。在腰带上加上蓝色和红色的珠子，挂上蓝色和红色的流苏，我们的腰带就修改好了。发饰的中间部分是一个圆形的配件，原版也是圆形配件，搭配绿松石，这里用仿绿松石加玛瑙来进行制作。背后的部分因为之前没有看到效果，所以这里自己做了一个搭配的视频，先将配件进行改色，然后再将每个部件进行组装，最后再粘一些红色和绿色的玛瑙，整套头饰就完成了。这里根据每一个部件在头上的位置，最后又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这个项链是以前买的，跟这次的造型比较搭配，所以也用上了。头发的部分前面有一些小辫子，这里将假发加入金线，编成1厘米的小辫子，每一边编5条，再在辫子上加一些珠子，增加一点点细节。整个饰品部分就完成了。服装的部分，这里将里面的橙色的衣服修改为了蓝色，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小姐姐会跳舞，所以里面的这件衣服跟饰品里面的样式做了一些修改，修改为方便跳舞的舞服。这里并没有修改成为某一种形制的服装，因为跳舞的衣服和平时的衣服差别还是蛮大的。为了更好的展现舞蹈，外面的裙摆做成了12米的大摆，可以在跳舞的时候洒出漂亮的形状，并且这个颜色可以根据我们的头饰做2次搭配，所以脱下来外套也非常的漂亮，不会觉得突兀。外面的服装仿制是很难的，因为视频看不清楚，和这件衣服本身它的结构比较复杂，为仿制增加了难度。单是袖子就用到了很多种布料拼接，领子的部分也是那种不规则的弯弯的拼接的线条，所以外面的这件衣服耗了大量的时间。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吧。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个小姐姐是一名专业的舞蹈老师。为了今天的拍摄，叶涵老师专门为本次拍摄编撰了一段非常好看的舞蹈，非常的用心，大家一定要记得1键3连哦。接下来我们来化妆吧。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成都市百戏乐舞的易涵老师来为我们演绎这一段舞蹈。那易涵老师，我们就先给你修个眉嘛。好的。那易涵老师，你们这次的专门为我们这次拍摄原创的一个舞蹈，你们在编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心路历程呢？就是此次舞蹈呢，跟以往的舞蹈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之前呢，是他在初赛的过程中跳的一个舞，但是我们此次呢编创的是他到了赛外，然后他去回忆他在故乡的一个生活，然后他所表达出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舞蹈。我们今天出的是一个外景啊，昨天晚上刚刚下了雨，一踩可能一个坑。哦，没关系，可以吗？可以。易涵老师个子有多高呀？净身高1.73米。你说你1.8米，我都信了。在女生里算有点高的了。所以今天这个我还是蛮期待的，很期待，很期待，我期待了很久。期待，我也是，激动了好几天了。那今天的造型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呢就出去外拍吧，走吧。心头一世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出最高峰。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为了给大家拍摄红叶，我们也采了很多的点。这片红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刚采好点，第二天叶子就掉了。为了达到最好的拍摄效果，工作室的小伙伴提前去将周围的落叶都搜集了起来，铺在了枫树的下面，忙活了很久。前面因为疫情的原因断更了一段时间，后面会陆续的继续更新哦。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哦。如果大家喜欢，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1键3连哦。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